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其实已经发生在现实中的故事——基因编辑婴儿。这不只是实验室里的一个操作，而是人类打开的一个潘多拉魔盒。问题是，我们究竟创造了什么？先别急，我们从头开始。你可能听过基因编辑这个词，最常见的工具叫做 CRISPR。简单说，它就像一把分子剪刀，能在 DNA 这本生命的书里找到某个字母，把它删掉、换掉，甚至插入新的内容。听起来很神奇，对吧？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删掉遗传病的密码，也可能添加一些升级功能。那么，当这个技术被用在胚胎身上，会发生什么？答案是，这个孩子的一生，从他还没出生时就被重新编码了。2018年，一则震惊世界的新闻爆出，中国的一位科学家宣称，他让一对双胞胎女孩的基因被编辑过，目的是让他们天生对艾滋病毒有抵抗力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基因编辑婴儿真的降临，一瞬间，世界哗然。有人觉得这是科学的奇迹，也有人觉得这是疯狂的越界，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，而是一个伦理问题。当你决定修改基因时，你不只是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，而是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未来。这些改动会不会传给下一代？会不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？没有人能完全保证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真的能自定义下一代，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？有人可能会选择让孩子更聪明，有人会想要更高、更强壮，甚至设计出一种完美的样子。但这样的孩子还是自然的人吗？还是我们手工打造的产品？更可怕的是，这样的选择权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当富人能买到完美基因，穷人只能接受随机基因，我们会不会迎来一个真正的基因阶级社会？到那时，贫富差距不只是金钱，而是刻在 DNA 里的差距。当然，也有人会说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如果能让孩子免于疾病，让世界少一点痛苦，这不是值得追求的吗？这就是基因编辑的诱惑，它既是福音，也是诅咒。人类的历史上，我们一直在与命运搏斗，从驯化农作物到疫苗到人工智能，每一次重大突破都让我们更自由，也更危险。而基因编辑可能是最接近扮演上帝的一步。有人说，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，飞出来的是灾难，但最后留在盒子里的是希望。基因编辑婴儿或许就是这样的存在，它提醒我们，科技能带来无限可能，但也需要无限谨慎。问题是，人类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驾驭这把利刃，还是我们终将被自己释放出的力量所吞噬？基因编辑婴儿让我们看见了未来的一角，那是天堂还是深渊？或许答案要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揭晓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当我们凝视这个婴儿的眼睛时，其实我们在凝视的是人类自己的未来。